怎么了？刚才不是要杀我吗？来呀！只要你敢动一下，我就让你母亲魂飞魄散。放了他，我可以饶你不死。饶我不死？小安乐，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吧？现在是我说了算。这座祭坛已经和我的性命为为一体，就算你们杀了我，祭坛也会瞬间自爆。到时候，整个承恩侯府都会夷为平地，所有人都要给我陪葬。这疯子说的是真的，我感知到祭坛的灵力波动，确实连接着他的心脉。那就让他自己解开。你有办法？你想干什么？别耍花招！你不是想要我的气运吗？安然，你疯了！这是我体内最后的功德与寿元，放了木偶里的魂魄，这些都是你的。现在是谁说了算？你是诈！对你这种畜生，讲什么信用？母亲，我这就救您出来。血为引，魂归位。破！你是安乐，是我能在消散前见到你，娘死而无憾了。不会消散，我用功德金光替你稳固魂魄。没用的，我的魂魄被这邪阵炼化了太久，根基已毁。夫人，您可知道这祭坛的真正用途？承恩侯府背后究竟是谁在主使？承恩侯府只是傀儡，真正的幕后黑手。你们以为赢了？大长老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早就在我体内种下了。还有自爆！小兰，好好活。舒然，苏文川，你有本事就杀了我，不然我尚书府绝对不会放过你。上书府，我承恩侯府根本不放在眼里。你给我张嘴！你要是敢死，我就立刻掐死你生的小畜生！六表兄，别客气，咱们一起玩，这样才刺激。杀光！我要把你们这些畜生统统杀光！都杀光！糟糕！死！你们这群欺辱女子的畜生，都给我死！秦书染，清醒一点，不能杀人。你若沾染了普通人的命数，背上因果血债，难道不想投胎转世了吗？为了这等畜生断送龙，值得吗？回来！是谁在那儿？我是不能直接杀你，但今天这只饿死鬼可是跟你缘分不浅呢。哟，还有护身符，吃吧，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至于你，坤王殿下，脸要是治不好，看你还怎么去争那把龙。除非皇家人都死绝了。啊！我的脸，我的脸啊！是谁？是谁干的？他有快给我传语音！多谢。大妹妹，快来坐这儿。好重的阴气。大妹妹，你别这么盯着大哥看呀！我这几天可是一直跟着他。他昨天从黑市逃回来一把，据说是前朝武将用过的大刀，宝贝的不行。你一会儿受累，去给他看看那刀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会儿吃完饭，我去大哥的院子瞧瞧。好，好，我萧某人的女儿，不管前世还是今生，都是最厉害的。慢点吃，能吃是福。
嘉禾，你怎么吃这么多？要是母亲在这儿，肯定又要训你了。哪有世家贵女像你这样毫无形象的胡塞海吃的？咱们家又不是那些规矩森严的勋贵世家，我多几口怎么啦？大不了以后我找婆家，不找那种高门大户，就找个平民百姓家，想吃什么吃什么，没人管我。胡闹！你看看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姑娘家怎么能把找婆家挂在嘴边？而且你是我萧府精心教养的女儿，怎么能下嫁平民百姓？你就算不喜欢勋贵世家的规矩，至少也要给老子找个探花郎回来。还有你，下个月你表姐静蓉就要嫁进坤王府了，过2天你们二姨母一家也要进京，我已经在外面给他们租赁了一处大宅子，到时候人都来了，你们都给我客客气气的把礼数做全了，别让人挑咱们萧府的理。爹，你放心，我绝对不给你丢脸，在外人面前我可是很能端着的。母亲昨晚受了点惊吓，这会儿正病着呢，你刚回来，要是府里有什么不懂的规矩，就直接问我。规矩算什么？我女儿往那儿一站，单凭气势就能碾压全场，谁敢让她学规矩？姨母，我之前也是被那江湖神医给骗了。苏静说，加上表姐又刚回家，你这个逆女，你还敢来？父亲让我来看看母亲的病。病？我看我是被你气的。你一回来，家里就鸡犬不宁。你赶紧施法，把那些恶鬼给我赶走，立刻，马上！大表姐，静蓉知道你流落在外多年，心里有怨气，但你不能用这种邪门邪道来吓唬姨母啊！姨母身子骨弱，经不起你这般折腾的，千错万错都是静蓉的错。只要你肯罢手，静蓉愿意给你赔不是。你表姐好心好意对你，你还不赶紧给她道歉？你一个乡野长大的野丫头，学了点装神弄鬼的瓦艺，就敢在家里作威作福了？既然母亲和表妹都不长记性，那不如让你们亲自见见真骨。表小姐，我们死得好惨啊！鬼，真的有鬼！你快把他们弄走！弄走可以，但这因果血债总得要个说法。母亲不妨问问表妹，为何这2只鬼偏偏要缠着她？什么说法？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静蓉怎么会惹上这种脏东西？表小姐，你敢说你没害我吗？1年前，你为了攀附坤王，让奴婢顶替你在黑暗中侍奉王爷。事后你害怕事情败露，又嫉妒奴婢碰了王爷，便将奴婢生生推入池塘淹死。奴婢好不甘心啊！奴婢的清白给了王爷，却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还有我，表小姐，你嫌弃我撞破了你的丑事，便指使管马的张麻子用粗棍将我活活打死。奴婢好恨啊！闭嘴！你们这2个贱婢，分明是你们自己失足落水，自己冲撞了张麻子，凭什么赖在我头上？一派胡言！景秋马上就是坤王妃了，身份何等尊贵，杀你们2个低贱的奴才，难道还要偿命不成？他们的卖身契都在府上，大不了我多给他们烧些纸钱。你赶紧把他们收了，别在这里坏了静秋的名声。糊涂！你把他惯成了什么样子？草菅人命，还敢在此大言不惭！老爷，静蓉可是下个月就要出嫁的皇子妃啊！若是这丑事传出去，咱们萧府的脸面往哪儿搁？不过是2个贱婢，死就死了。身份再怎么亲近，那也是2条人命。我萧府绝不包庇这等恶毒虚情。你们的冤屈我已知晓，是我萧府教你无方。你们想要如何了结这段恩怨，尽可以说出来。我要张小马死！他一个管马的下人，凭什么杀了我还能逍遥法外？只要他死，奴婢立刻去投胎。奴婢要表小姐亲口告诉坤王，那晚和他在一起的是奴婢，还要表小姐跪下给奴婢道歉。不行，绝对不行！要是坤王知道了真相，静蓉还怎么做王妃？老爷，你不能毁了静蓉啊！母亲觉得不行，那可就难办了。怨鬼若是执念不消，便会一直滞留在人间。确切的说，是日日夜夜跟在表妹身边，吃饭、睡觉，甚至是如厕，他们都会贴着你。你不仅会霉运缠身，还会百病生，甚至横死街头。表小姐，下来陪我们吧！不要，我不要！大表姐，你救救我！你快让他们走！想保住气运，行，亲自去跟坤王坦白你的龌龊事，跪下，
磕头认错，否则你就准备和他们相伴到老吧。不，我不能去。如果告诉坤王，他一定会退婚的。我苦心筹谋了这么久，不能毁在这里。死要面子活受罪。行，既然你硬抗，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父亲，劳烦您派人去把那个管马的张麻子绑了，直接拧送官府。故意杀人，按律当斩。来人，立刻去马奏拿人，送交京兆尹。多谢大小姐，多谢老爷，奴婢大仇得报，这便安心去了。去吧，下辈子投个好胎。一个解决了，下一个。奴婢不走，奴婢一定要坤王知道，那晚是我。我说你是不是脑子里进水了？不对，你确实是进水了。你以为那个渣男知道真相后会感动的痛哭流涕，给你追封个名分吗？会的，王爷每次来府上都会多看奴婢一眼，他定是对奴婢有情的。只要他知道是奴婢，一定会为奴婢做主的。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因为心疼一个不把你当回事的男人，把命搭进去了，做鬼了还惦记着。你这个贱婢，痴心妄想！王爷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下贱胚子？我要见王爷！大小姐，求求你带奴婢去王府见王爷吧！王府龙气太盛，你一只小鬼还没靠近王府大门就被震得魂飞魄散了。想见他，只能让他自己找上门来。要引坤王上门，硬请肯定不行。那坤王昨夜据说遇刺伤了脸，正到处寻访名医呢。有了，程领，你立刻派人出去放风，就说咱们萧府祖传了一株奇花，名为冰牡丹，有生死人肉白骨之乐效，能瞬间抚平任何伤痕。你疯了！咱们家哪有这种神仙玩意儿？这可是欺骗皇子要杀头的，万一坤王来了拿不出东西，咱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哼，蠢货！老子说有就有。爹，你怎么打人啊？大妹妹，你快劝劝爹，他要把咱们家作死了。我觉得父亲这主意甚好。好了，大妹也疯了，咱们萧家要完啊！父亲，这冰之法我虽懂一些，可若是做出一朵假花瞬间化水，坤王岂不雷霆大怒？大怒又如何？老子就是让他来当个工具人，顺便超度了那个女鬼。只要帮我闺女积攒功德，得罪个王爷算什么？萧侍郎，听说你府上有能治脸的奇药，快给本王呈上来。萧侍郎，若是你敢拿些破烂玩意儿来糊弄本王，本王定要治你个欺瞒皇室之罪。王爷息怒，那株冰牡丹乃是老夫祖上传下来的奇物，见不得阳光，稍有瞬间会化为水。老夫正命人小心取出，请王爷稍后。少废话，快点！本王的脸若是治不好，你们萧府也别想安宁。王爷万福，静容这些日子日日为王爷祈福，看到王爷无恙，静容就安心了。王爷急什么？在看药之前，我这儿有个人想跟王爷叙叙旧。本王与你有何旧可叙？大表姐，你不要胡闹！王爷千金之躯，岂是你能随意冲撞的？您可还记得1年前的那个夜晚？您以为与您春风一度的人是我这位娇弱的表妹，殊不知，真正与您发生关系的是我表妹身边的丫鬟春杏。而我这位好表妹事后因为嫉妒，亲手将那个可怜的丫鬟推入池塘淹死。你竟敢在此妖言惑众！什么春杏夏杏的，本王统统不记得。一个低贱的丫鬟，也配让本王记住她的名字？苏静柔，本王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既然你马上要入我王府，就少给本王惹这些烂摊子。一个贱婢，死了就死了，难道还要本王给他披麻戴孝不成？既然王爷贵人多忘事，那就让他亲自来帮您回忆回忆。天地剑法，阴魂现形。奴婢死得好惨呐！奴婢死得好惨呐！鬼啊！哪里来的肮脏鬼物，竟敢冲撞本王！本王说服的女人不计其数，你算个什么东西？区一个贱婢，能给本王暖床是你的福分！赶紧给我滚开！滚啊！原来你真的从未在乎过我，一切都是我痴心妄想，薄情寡义，冷血至极。王爷这般做派，当真让人大开眼界。执念已消，去往生吧，下辈子别再犯傻了。萧姑娘果然道法高深。萧姑娘，本王想起一事，承恩侯府的世子宋文川最近疑似被饿死鬼附体，整日疯癫进食。你若真有本事，不妨去承恩侯府走一趟，若能治好他，承恩侯定有重赏。那饿死鬼本就是我放的，还用你来说？既然王爷引荐，那这桩生意
我接了。萧侍郎，鬼物已除，那冰牡丹呢？快给本王拿出来！此花极易融化，老夫特意用冰块封存，请王爷速速运回太医院入药。切莫见风。好，来人，立刻护送此药回太医院。那冰花一出盒子就会化成一滩水，我看他回太医院怎么收场。因果循环，他造的孽早晚会反噬。父亲，我去一趟往生铺，把这2只鬼送走。人在做，天在看。别以为坤王今天没追究，你就能安稳做你的王妃。你这鸠占鹊巢的假千金，好日子到头了。既然坤王那蠢货已经搭了台，这承恩侯府的饿死鬼断不能让别人抢了生意。侯爷，萧小姐到了。萧姑娘，你就是兵部侍郎家那位10年前走丢的大小姐？坤王殿下竟真推荐了你？正是。不过当年并非走丢，而是我师父见我骨骼轻妙，带我上山修习玄门道法。听闻世子突发疫症，我特来尽一份绵薄之力。你还真懂些捉鬼驱邪的本事。本侯丑话说在前头，承恩侯府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侯爷若是不信，我大可现在就让您开开眼，亲眼见见看着世子的东西。那倒不必，本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用不着你来吓我。你且说说，世子这到底是怎么了？侯爷，有没有人跟您说过，这位世子妃的面相与世子八字相重，极易招惹邪祟啊？面相相重，我不仅会捉鬼，亦精通算命看风水。侯爷若有世子与世子妃的生辰八字，不妨拿来我一验便知。单看面相，世子妃的命格配上这院子的布局，对世子那是极其不利，甚至会让他心性扭曲，招惹横祸。哎呀，说多了说多了，再说下去，我这抓鬼的倒成了拆人姻缘的了。罢了，抓鬼要紧。急急如律令，现！谁敢多管闲事，打扰老子用膳？小丫头片子，拿命来！哎呀，我的腰！不是大师，我在这里啊，我已经从他身上下来了，你打错人了。只让你欺负人，不让你招惹邪祟，不让你心性扭曲。太可怕了！这年头的道士都这么暴躁吗？我要去投胎，我再也不敢惹大师了。让侯爷见笑了，这饿死鬼实在顽劣，不仅附身，还妄图负隅顽抗。不过侯爷放心，邪罪已被我降服，世子日后定不会再胡吃海喝了。晨会2000两白银。这就降服了？那他怎么被打成这样？这邪祟怨气太重，不通过物理手段将其宿主身上的晦气打散，邪祟怎肯轻易离体？世子这几日暴饮暴食，伤了脾胃，正好卧床休养几日。你说，你错了没有？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附身满足口腹之欲了。大师，您赶紧超度我去投胎吧，我一天都不想在人间待了。敢伤本世子的身，害我被打成这样，我要让你魂飞魄散！不过是被饿死鬼附身吃了几顿饭，这反应未免也太过激了，简直是心虚到了极点。鬼啊！有鬼！红衣女鬼！快收了他，把他打得魂飞魄散啊！萧姑娘，这院子里难道还有别的不干净的东西？侯爷，不是这院子不干净，是人心不干净。他说是世子害死他的。胡说八道！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堂堂侯府世子，怎会去害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一定是这妖女在坑害我！爹，杀了她！快杀了那个鬼！这等孤魂野野满嘴谎言，本侯不想听他废话，立刻将他打得魂飞魄散。只要你办妥，银子少不了你的。好说好说，我这人一向很有原则，谁出钱我便听谁的。我死得好惨，我不甘心。侯爷，这2只厉鬼皆已被我打得魂飞魄散，永不超生，连同之前的饿死鬼，一共4000两。拿5000两银票给萧姑娘。萧姑娘，你方才说世子与世子妃命格相中，这院子布局也有玄机，可有化解之法？侯爷您看，这院中栽着梧桐，本就招阴，
门前又种着菊花，不栽菊后不栽柳，这风水布局大凶啊！再加上世子妃面相带苦，长期共处只会不断吸食世子的气运。那本侯立刻命人把这些树和他都拔了。最好的法子是让世子搬离此院，去一处向阳陨落居住，世子妃则留在此地，阴阳格格，互不干扰，世子的气运自然会慢慢恢复。只是这法子让夫妻分离，实乃损阴的。都听好了，今日这3000两银子的大米白面，皆是由承恩侯府世子妃赵婉娘捐赠。你们喝了粥，都要念一句世子妃的好。多谢世子妃大恩大德，世子妃长命百岁。这满城的功德金光汇聚，我看那宋文川还能不能压得住他。主人人善，但那宋文川实在该死，就这么放过他了。好戏还在后头，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圣火观的人来的倒是挺快，看来京城又要不太平了。安乐，快跟我回府，大哥出事了！怎么回事？我不是给过你们护身木符，还叮嘱过不要随便收别人的东西吗？他收的不是东西，是女人啊！大哥昨日刚纳了个绝色小妾，结果清早进去就没出来，现在昏迷不醒，怎么叫都叫不醒啊！我这当妹妹的还能管得着哥哥的房中事不成？那送女人的商人进京，带了10几个绝色美人，京中好些公子哥都收了。我去大哥屋里查看，大哥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那女人就裹着被子缩在墙角，阴森森的看着我，一句话都不说。我怀疑那是吸人精气的妖邪。师傅，您去哪儿啊？带我一个。师傅，你们走这么急，是不是有大活？您给我的相面书我都看完了，我现在可是开了天点的高手，您考考我。行，既然你想看热闹，那就跟上。不过待会儿要是吓尿了，有师傅坐镇，什么妖魔鬼怪敢在您面前放肆？那不是茅房里打灯笼找屎死吗？师傅，这院子怎么感觉这么邪门？阴冷阴冷的，还臭烘烘的。不错，天眼没白开。二哥，拿好我的木符，站远些。哇，师傅威武，这姐姐太酷了！少拍马屁，跟紧我，大胆孽畜，还不滚出来受死！好厉害的手段！没想到这京城中竟有如此年轻的玄门高手。早知如此，奴家就不来凑这个热闹了。这年头，连蛤蟆都能现成精了。你不在深山老林待着，跑到京城来吸食男子精气，活腻了吗？恩公救了我，我自然要报答他。谁知道这京城里的公子儿一个个长得俊俏，精气又这般滋补，奴家一时没忍住嘛。这小哥还是个童子鸡，元阳未泄，不如便宜了奴家。他的脸是一只长满毒疙瘩的绿蛤蟆，太恶心了！进去看看我大哥死活。我大哥若死，你也得死！臭丫头，敢坏我好事，拿命来！真恶心，全是口水！今天不把你这身绿皮扒了，我就不信萧。萧大哥，快醒醒！你睡的那美人是个长满毒疙瘩的绿蛤蟆精啊！怪不得昨晚亲她的时候有一股土腥味儿。妖孽，敢迷惑本公子，吃我一剑！萧大哥，你昨晚不会真跟他成了好事吧？哎呦喂，搂着那么大一只癞蛤蟆瞎飞睡觉，还能亲得下去，我都替你恶心。天雷隐隐，神威煌煌，诛邪！大师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小公子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帮我求求情啊！赶紧拿走，拿走！大小姐，夫人听说周世子来了，让老奴来问问，可要留善。孤男寡女的，大小姐还是莫要失了体统。回去告诉我娘，我的事轮不到她来插手，滚！师傅，你在这府里也太受气了。不如这样，我回去让我娘以她的名义，3天后举办一场正式的拜师宴，把京城有头有脸的权贵都请来，让他们见识见识师傅的厉害，看以后谁还敢轻视您。长公主这般抬举，这心意我领了。荒唐！堂堂武阳侯竟拜一个黄毛丫头为师，这满嘴怪力乱神，怕不是个江湖骗子，妖言惑众吧？妖言惑众，这位大人，你急什么？
当年你为了夺得家主之位，在寒冬腊月将你亲生父亲推入冰湖。当年你为了夺得家主之位，在寒冬腊月将你亲生父亲推入冰湖，又买凶杀害你的亲兄长。这些龌龊事，你真以为能瞒天过海，无人知晓吗？胡说！你胡说！你这个妖女！来人啊，把这个妖言惑众的骗子抓起来！怎么，大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没听到你那惨死在冰湖里的老父亲在床头向你索命吗？还是说你那被你乱棍打死的亲兄长夜夜在你梦里哭嚎，你已经习惯了？别说了，不是我干的！来人，此人殿前失仪，瞒本宫风化，给本宫拖下去，直接纵交大理寺严查。长公主饶命！长公主，我冤枉啊！看到没？这就是我师傅的本事，谁还敢说我师傅是江湖骗子？站出来走两步！好大的威风啊！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随便炸出几句陈年旧账罢了，也敢在这儿充什么半仙？小丫头，你既然自称有通天彻地的本事，那本王今日便考考你。哎，齐王表兄，我师傅算命可是要收挂金的，你可别想白嫖啊！少废话，本王有的是钱。本王新纳的宠妾柳氏，如今已有5个月的身孕。你既然这么能算，那就给本王算算，她肚子里怀的到底是男是女？若是算不准，本王定要治你个招摇闯骗之罪。齐王殿下既然执意要算，那小女便直言了。恭喜齐王殿下，柳姨娘腹中所怀的确实是个男孩，只可惜这男孩根本不是你的骨肉。放肆！你个贱婢，竟敢污蔑本王！来人，把这个满嘴喷揍的妖女给本王拿下，当众凌迟处死！齐王殿下急什么？不仅小妾的孩子不是你，你连正妻生下的亲儿子都在给别人当奴才。你说什么？你再给本王说一遍！你府上的大总管司徒杰，早年间为了让他自己的孙子享受荣华富贵，趁着齐王妃生产之际，来了一出狸猫换太子。你现在膝下那个所谓的嫡长子，不过是司徒杰的血脉，而你与齐王妃真正的亲生骨肉，也就现在的那个庶子，此刻正在你们王府后花园的池塘边，被人按在水里，命悬一线。我的儿啊！快撤！快备车回府！谁敢动我的儿子，诛他九族！你若是敢有半句虚言，本王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这个孽女竟然当众得罪齐王，若是齐王怪罪下来，我们萧家岂不是要跟着他一起陪葬？住口！你这孽女简直满口胡言！都是臣父管教不严，让这丫头在乡野间学了些招摇撞骗的把戏。她今日这般信口辞河，得罪了齐王殿下，简直是丢尽了我们萧家的脸面。长公主殿下，这百世之事万万不可呀！这丫头根本不懂什么玄门之术，就是个骗子。若是让她做了小豪爷的师傅，岂不是毁了小豪爷的前程？还请长公主收回成命。本宫的侯府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侍郎夫人来指手画脚了？萧安乐的本事，本宫亲眼所见。今日这拜师宴，本宫既然办了，就没人能阻拦。谁若是对这拜师宴不满，大可直接滚出我武阳侯府。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今天谁敢说我师傅半个不字，就是跟我武阳侯府过不去。起来吧，入我门下，不拜天地，只敬因果。日后若敢仗势欺人，作奸犯科，我必亲手清理门户。师傅放心，徒儿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死人。以后谁敢欠师傅的挂接，徒儿第一个带人去抄了他的家。凭什么？这个乡野村姑凭什么能让长公主亲眼相看，还能收小侯爷为徒？萧姑娘好手段，在下宋文泽也想请姑娘算上一卦，不知道姑娘敢不敢接？算命？我看你不是来算命的，你是来送命的。你什么意思？少在那装神弄鬼！你这八字，一生行事似飘蓬，五子送终，寿元32，死于8月中。一派胡言！本县马今年才30有1，你敢咒我死？我且问你，你本姓杨，为了隐瞒卑微的出身，好入赘县主府享受荣华富贵，竟然在寒冬腊月丧心病狂地放火烧死了你的亲生父母。不止呢，你一边靠着县主的权势作威作福，一边在外面养了外室。为了不让丑事败露，你竟然亲手勒死了那个身怀6甲的女人。一派胡言，全都是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分明是嫉妒我与县主夫妻恩爱，故意挑拨离间。来人，
给我撕了他的嘴！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那我就让你见见你的老熟人。你对我做什么？好冷！你不想爹，停！别过来！我不是故意的，是火灾，对，是意外失火，跟我没关系。死鸭子嘴硬。说，你父母是怎么死的？外室又是怎么死？是我半夜放火烧死了他们，他们太穷了，只会拖累我。只要他们死了，我舅舅就会收留我，我就能来京城，就能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外室是我勒死的，她怀了我的孩子，可若是让县主知道了，肯定会休了我。我不能失去县主府的荣华富贵，所以，我用一根麻绳把她活活勒死了。你这个畜生！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你给我下的绝子汤，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不，这不是我说的，我被控制了。宋文渊弑父杀母，谋杀身怀6甲之人，更涉嫌买卖官职，给本王拿下！哼！叶亲王饶命！我是县马，你们不能抓我。本王来迟了，可有受惊？王爷这出场时机掐得刚刚好，多谢王爷撑腰。为你随时效劳。诸位都看清楚了，我师父算命那是铁口直断，以后若是谁干了伤天害理、作奸犯科的龌龊事儿，最好别来找我师父算命，否则这宋县马就是你们的下场。这股气息，我的第2缕神魂居然在那里。这股气息，我的第2缕神魂竟然在那里。怎么？可是察觉到了什么棘手之事？一点私事罢了。不过，我似乎找到了我一直想找的东西。无论你要找什么，要对付什么人，本王与御甲军随时替你差遣。若有人敢阻拦，杀无赦。王爷这般大方，我要是不好好利用一番，岂不是亏了？不过眼下我得先回一趟萧府，会一会我那位好母亲了。去吧，万事由本王兜底。见过大伯父、大伯母。哈哈哈，好，几年不见，文怀和莫武都长成翩翩公子了。来，这是大伯给你们的见面礼，拿去买些笔墨纸砚。好孩子，我的好孩子，都是祖母不好。当年若不是我没看好你，你怎么会被人贩子拐走？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母亲，您快别自责了。当年安乐走丢，媳妇儿这心里也是日日像刀割一样痛。如今安乐平安归来，这是老天垂怜我们萧家。您若是哭坏了身子，安乐该心疼了。祖母莫哭，其实当年不是您没看好我，是我自己贪玩。贪玩？是，我当时看见人群中有个卖糖葫芦的，便自己跑了过去，后来迷了路，这才跟着我师父上了山。祖母不必再自责了。您听听，这孩子多懂事。母亲，咱们先进府吧，外面风大。不可能，安乐，你是不是弄错了？你母亲虽然平日里有些严厉，但她对你们兄弟姐妹向来上心，她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去害自己的亲生骨肉？祖母，您子家之权，当年我走丢后，您因为极度自责，是不是交出了中废之权，甚至没脸留在京城，跟着二叔去了地方任职？可是她当年嫁入萧家时，带了10万两丰厚的嫁妆，萧家实为时，是她用嫁妆贴补家吃有道。若想要直接跟我说，因为她要的不仅是权力，更是萧家上下对她感恩戴德的绝对掌控。安乐。这等诛心之言必须要有证据，单凭你一面之词，我无法定他的罪，必须找到当年知情的桂嬷嬷，当面对质。祖母放心，我定会把桂嬷嬷找出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舒然，我今日感应到了我第2缕神魂的微弱气息，线索就指向我那位好母亲的院子，这一切极可能与当年我被拐卖的旧事有关。主子吩咐便是。这种虚伪狠毒的女人，我活着的时候见得多了。我去撕了她。不急，同时给我盯紧任何可能藏有我神魂气息的旧物，切记不要打草惊蛇。禀命。姨母，您看这匹料子如何？大红色端庄大气，这金线牡丹凤纹更是精致。等我下个月嫁入昆王府，
穿着这身回门，定能给姨母长脸。表妹好大的排场，连正宫娘娘的凤纹规制都敢随便往身上套。怎么，皇上还活着呢，你就这么等不及想当皇后了？表姐，你怎能如此冤枉我？我不过是觉得这牡丹纹路好看，随口一说罢了。你若是嫉妒我能穿大红色，我让给你便是了。表姐常年在外受苦，没见过什么好东西，这藕荷色娇嫩，最适合表姐这种清冷的气质了。表姐不如穿这个吧。藕红色说白了就是淡粉色，你睁大眼睛出去看看，京城里哪家正式嫡女穿这种妾室才穿的淡粉色？你当我是你这种鸠占鹊巢、不知尊卑的假千金吗？安乐，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静容是你表妹，马上就是高高在上的坤王妃了，她好心给你挑料子，你不领情就算了，怎能如此尖酸刻薄？我看这藕荷色就挺好，就定这件了。既然母亲这么喜欢淡粉色，不如留给您自己做中衣穿。我是萧家嫡长女，我的规制自然要用最好的。正红色织金锦缎，海蓝色流光云纹缎，这2匹我要了。大姐选的真好看，娘，我也要一匹正红色的，我要和大姐穿一样的，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亲姐妹。好，既然你们喜欢，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安乐，我的好妹妹。大哥，你这副见鬼的模样是怎么回事？别提了，自从上次那只蛤蟆精的事后，我现在看见女人就觉得她们要吸我的阳气，可祖母非要张罗着给我议亲，还要带我去见那些千金小姐，50两一票，买你帮我挡住祖母的逼婚。安乐，救命啊！好说，看在银票的份上，大哥这桩恐女症引发的麻烦我接了。祖母那边我自会去说，保准大哥这段时间耳根清净，绝对没有哪个女妖精敢来吸你的阳气。多谢好妹妹，多谢好妹妹，我先回房温书了，绝不踏出房门半步。那老女人果然心虚，我暗中查探，发现她察觉到老夫人态度有异，今夜正秘密安排心腹连夜将城外的桂嬷嬷转移到更远的地方，企图杀人灭口。杀人灭口，她倒是够狠。神魂的线索呢？主子神机妙算，我在萧母内室的一个暗阁里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旧木匣，木匣里锁着一件当年小女孩穿过的虎头鞋，上面残留着极其浓郁的主子神魂气息。2条线索终于并线了。苏家入京，暗中带来大批死士，御驾军已于城门布下天罗地网，你只需安心收网，余下的本王替你杀。我的好母亲，你精心戴了这么多年的伪善面具，是时候连皮带肉一起撕下来了。快过去，过来！夫人，大清早的，你这是在回折腾什么？苏家的人不是今日进京吗？你不在前厅候着？老爷下朝了，我怕府里库房杂物多，显得不够体面，正让人把一些不用的旧物件拉到城外庄子上去。是啊，姨丈，姨母为了迎接苏家人，昨夜一宿都没怎么合眼呢，生怕怠慢了。萧安乐，你想干什么？看什么？自然是来看看我的好母亲大清早急着转移什么旧物品。第2缕神魂的气息果然在这里。这虎头鞋是我周睡时穿过，当年我走丢时身上什么都没留下吗？那这只鞋为何会被您像宝贝一样死死锁在暗格里？你这孽障！我是你亲生母亲啊！你走丢这些年，我日日夜夜思念成疾。这只鞋是我当年拼死从人贩子手里抢回来的唯一念想，我怕看了伤心才锁起来。你如今竟这般怀疑我，你太过分了！姨母为了你哭瞎了多少次眼睛，你一回来就鸡犬不宁，如今还拿旧物来戳姨母的心窝子，你究竟安的什么心？那您昨夜连夜安排心腹出城，企图将当年知情的桂嬷嬷杀人灭口，也是因为伤心过度吗？杀人灭口？桂嬷嬷不是早就回乡下养老了吗？血口喷人！你这丫头简直是疯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杀人灭口，证据呢？
有本事你把桂嬷嬷找来当面对质啊！你要的证据，本王给你带来了。夫人救命啊！老奴不想死，休家的死士昨晚要把老奴沉江，是叶亲王殿下救了老奴啊！桂嬷嬷，你给我说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回老爷，当年夫人嫌弃大小姐是女儿身，怕影响她地位，便指使老奴故意将家丧扔在了城外的破庙里，任其自生自灭。就如此歹毒！这么多年我日夜寻找，你竟还能装出那副子母模样！老爷，你听我解释，我也是为了萧家。闭嘴！来人，将这毒妇拖下去，即刻遣送回苏家，终生禁足，剥夺萧家主母之权。不关我的事啊，医生！这鸠占鹊巢的冒牌货，一并滚出萧家，立刻赶出主院。第二缕神魂归位，那偷走我命格的人，线索越来越清晰了。安乐，你没事吧？刚才我听下人说，大哥，我没事，恶人自有恶报。倒是你，马上就要武举了，苏家此次进京绝不单纯，你吃穿用度必须严加防范，切莫被暗算了。我明白。苏家，大小姐，不好了！有个圣火观的道士跑到咱们铺子里砸场子，见东西就砸，还打伤了掌柜的。岂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敢砸我萧家的铺子，女儿，也跟你去！就这种卖假符纸的破店，也敢称玄门正宗？哈哈！今天我佐藤田就要替天行道，砸了这招摇闯骗的黑店。圣火观的狗都喜欢到处乱咬人吗？识相的赶紧关门大吉，否则……小心！回去告诉你家主子，这笔账我会亲自去圣火观，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贱人，你敢动我？我可是承恩侯府请来的贵客，我圣火观的师尊绝不会放过你。承恩侯府原来是那窝缩头乌龟请来的废物。承恩侯府贵客，好大的威风！没伤着手吧？没有。墨雨，他既然喜欢掐诀，这双手就留不得了，谢了。不，你们不能！我是承恩侯府的人。押送顺天府，告诉府尹，此人当街行凶，意图谋杀，先关进大牢，谁来要人都不准放。这是我御甲军的特制信号弹，以后遇到这种苍蝇，别脏了自己的手，放信号，我替你杀。叶亲王殿下的保护费，我可付不起。本王倒贴。谁敢欺负我师傅，活活劈了他！还是师傅厉害。哼，给我滚回去扎马步！没有8块鸡鸡，不准出门丢我的脸。我有4块，再过2个月就有8块了吗？神魂指引的方向，居然又是承恩侯府。看来，当年那场诡异的冥婚，绝对隐藏着借我命格的幕后黑手。萧姑娘，实在抱歉，侯府最近诸事不顺，不便见客。至于世子的病情，我们已经请了更高明的道长，就不劳烦您操心了。侯夫人，您确定新请的高明道长不会把世子推入火坑？这就不劳你费心了。送客。你反了天了！你敢强闯我承恩侯府！强闯？侯夫人这话说的可就生分了。我不过是怕夫人被江湖骗子蒙蔽，特意来提个醒罢了。松鹤道长
长乃是圣火观的高人，岂容你这黄毛丫头在此放肆！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圣火观的高人，夫人说的可是那位在我的往生铺门前大放厥词，结果被叶亲王当场卸了双臂，像死狗一样拖进顺天府大牢的佐藤田。你说什么？佐藤道长他被抓了？这位姑娘，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贫道师弟法力高深，怎会轻易被凡俗官差折辱？是与不是，侯夫人大可派人去顺天府牢房里看一眼。不过比起那个废物，我倒是对道长你在这院子里的手笔更感兴趣。这槐树中竟然隐隐透着我第二缕神魂的biến动，看来这侯府里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民间常言，门前不栽槐，门后不栽柳，槐乃木之鬼，最以巨阴招邪。道长在这大院正中栽下这棵死槐，美其名曰挡煞，实则是布下了巨阴引魂的大凶之阵。你这是嫌侯府死的人不够多吗？一派胡言！你一个黄口小儿，懂什么风水堪舆？这乃是圣火观秘传的枯木逢春阵。枯木逢春，我看是催命符还差不多。世子妃的命，我今日保挡。若你还要阻拦，我不介意让叶亲王也来查一查这侯府的底细。好，你既然非要看，就让你看个明白。我倒要看看你能看出什么花来。小姑娘，你来了。这木牌你贴身带着，千万别离身。外面那个松鹤道人布下了聚阴阵，是想要你的命去填这侯府的煞气。要我的命？他们宋家何止是要我的命？世子他简直是个恶鬼，是个变态。他不仅折磨我，他还要把那个外室接进来。我若不是还挂念着我的红儿，我早就一条白绫吊死在这房梁上了。小姑娘，我知道你是有大神通的人，求求你帮我算算我的红儿，算算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1个月只能见她1次，我总觉得那孩子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陌生。你确定这是你亲生儿子的生辰八字？这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红儿啊！小姑娘，怎么了？是不是红儿生病了？你告诉我，求求你告诉我！别找了，这八字的主人已经死了。不能，你骗我！我前几日还见过他，他还叫我母亲。你胡说！你见到的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你亲生的，你真正的儿子红儿早在半年前被人生生溺死在了公桶之中，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溺死在公桶里，那是他的亲骨肉。宋文川，你好狠的心，你好狠的心啊！我若是就这么死了，我儿子的仇谁来报？我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好，那这保命木牌你拿稳了，今晚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别手软。怎么，小姑娘这么快就探望完了？世子妃可还安好？好得很，不过道长你的阵法可是漏洞百出啊！用100年枯槐吸食活人精气，再辅以这院底埋着的引魂符，怎么，道长这是打算借尸还魂，还是养煞反噬？你休要血口喷人！贫道行得正，坐得端，岂会用那种邪术？行得正，一个连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的孤儿，从小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学了点旁门左道，就敢来京城招摇撞骗。你这满身的阴沟味，这辈子都洗不掉。贱婢，你敢辱我？辱你又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今晚咱们走着瞧。谁？来人了！宋文川，把我儿子的命还来！天杀的萧家人，竟敢如此对我儿！萧成风，
把你那个恶毒的女儿交出来！她昨日到底对我儿媳施了什么妖术，竟唆使她半夜将我儿残忍杀害？今日若不把她交由大理寺法办，我承恩侯府与你萧家势不两立！当年的狗屁！我女儿清清白白，与你承恩侯府无冤无仇，凭什么唆使杀人？你自己儿子是个什么德行，你心里没数吗？要证据拿证据，没证据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老子今天就劈了你！唆使杀人，侯爷这顶帽子扣的可真够大的。既然你们死咬着我不放，行啊。今晚子时，承恩侯府招魂台，我亲自把世子和世子妃的鬼魂召上来，咱们当着两家人的面对质个清清楚楚，就看侯爷敢不敢接。安乐呀，你一回京就搅得满城风雨，如今更是牵扯上人命官司，你是不是要把我们萧家满门都害死才甘心啊？侯府世子惨死，这可是滔天的大祸，咱们萧府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被连累啊！下个月静荣就要和坤王殿下大婚了，若是这时候沾上这种晦气事儿，静荣的婚事毁了，咱们萧家还怎么在京城立足？老爷，快把他交给侯府发落吧，就当咱们萧家没生过这个孽障。不父，安乐是你的亲生骨肉，你为了一个冒牌货的婚事，竟要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推出去送死，我萧成风怎么会娶了你这种冷血无情的蠢货？老爷，你竟为了这个灾星骂我！来人，夫人失心疯发作了，把他的嘴给我堵上，拖回院子里死死看住，没有我的命令，谁敢放他出来半步，直接打断腿！侯爷，招魂之约我萧家接了，今晚子时，老夫亲自陪女儿走一遭。小安乐，今晚有贫道部下的天罗地网，我看你怎么把魂招上来。只要魂魄不现，你唆使杀人的罪名就坐实了。就这点微末道行，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九幽冥土十方阴帅，听吾号令，开阴阳，现幽魂。这股气息是我的另外一缕人魂，怎么会在这家伙的身上？我苦命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啊！都是赵氏那个毒妇，他怎么能对你下这么狠的手？苏河道长，快收了那毒妇的，他要害我儿！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老夫已经在百年槐树布下了锁魂大阵，你怎么可能强行将他们的聚上来？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妖法？就凭你这种欺世闹名的井底之蛙，也配谈论道法？你们圣火观的人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干的却是丧尽天良的勾当。你利用这棵百年老黄树布下聚阴夺魂阵，强行将世子妃那充满怨气的魂魄与一缕残缺的神魂缝合聚集。你想利用这极阴之地，让两道魂魄在环树内互相吞噬、互相撕咬。若是世子妃的怨魂赢了，你便能得到一只怨气冲天的绝世凶灵；若是那缕神魂赢了，你同样能将其炼化，助你突破修为。我说的对也不对？你这妖女休要血口喷人，老夫乃是名门正派，岂容你在此信口雌黄？既然你非要找死，老夫今日就替天行道，收了你这妖孽！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聚阴化煞，万鬼四魂，给我破！真顺位。班门弄斧，今日我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玄门正宗。生朽天仙梅，破杀！终于找到了我的人魂。他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圣火关的阵法竟然被他一击即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逃回圣火关禀报无尘师伯，定要这妖子死无葬身之地。动本王的人找死！叶亲王殿下，您怎么来了？我来迟了，可有受伤？就凭这老牛鼻子也想伤我？王爷未免太小看我了。是本王关心则乱了。这老道你想怎么处置？自然是让他吐出所有的秘密。说，你们圣火关费尽心机布下这夺魂阵，究竟受何人指使？是无尘师伯，他算出世子妃的命格与那古书中的残魂极为契合，便让我们下山，让世子妃经历无尽苦楚，化作极怨之鬼，再将其收入槐树中与残魂融合。若能成功，便可炼制出绝世凶灵；若不能，世子妃便会魂飞魄散。既然你们那么喜欢练鬼，这身修为便留不得了。废你修为，留你一条狗命。滚回圣火关，告诉吴尘，他欠下的债，我萧安乐迟早亲自上门去讨。宋文川，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你还我孩子的命来！我要让你永不超生！萧姑娘，求求你快出手制止那个毒妇！我儿虽然有错，但罪不至死啊！他已经杀了我儿一次，难道还要打得他魂飞魄散吗？罪不至死？你儿子亲手将自己刚出生的骨肉溺死在公桶里，这叫罪不至死？那是他和野男人生的孽种，根本不是我的血脉。莲姨娘亲手验证过的，那是个灾星。愚蠢至极！既然你到死都不肯相信，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玄门秘法时光回溯幻境开！李嬷嬷，按照我们说好的办，把这个死婴换给世子妃，这个健康的男婴，等会儿交给我的人带走。世子，妾身昨夜请高人算过，世子妃腹中的孩子是个克父克母的灾星，而且妾身听说世子妃在孕期曾与外男私通，世子若是不信，大可滴血验亲。进去，把那个死婴给我抱出来！贱人，竟然真的背着我偷人！我的孩子没有死！我的孩子没有死！不可能，这不可能！莲姨娘一向温婉纯良，她怎么敢骗我？那水明明是不溶的，那个死婴。温婉纯良，宋文川，你这双眼睛要是没用，干脆挖了算了。那水里被加了名方，别说你们是亲生父子，就算是人和猪的血滴进去也能融在一起，不加东西自然排斥。你宁可相信一个小妾的谗言，也不肯相信为你10月怀胎的结发妻子。来人，把那个毒妇给本王拖下来！王爷饶命！小姑娘饶命啊！妾身冤枉，那环境都是假的，是妖法。冤枉！既然你死鸭子嘴硬，那我就让你自己把真相吐出来。说，当年你为何要害死世子妃的孩子？我只是个卑微的妾室，只要世子妃生下嫡子，我的儿子永无出头之日。你又是如何诱导世子溺死那死婴的？宋文川那个蠢货，自负又多疑。我只是略施小计，在水中加了手脚，再找了个下人做伪证，他就深信不疑。只要他认定世子妃不忠，世子妃就永远翻不了身。
我杀了我的孩子，我亲手溺死了我的孩子啊！婉娘，我对不起你，我该死！你现在才知道后悔，晚了！我要把你撕成碎片，让你永生永世不得超生！你还我的孩子，你还我的红儿！你这畜生，禽兽！小姑娘，你快出手啊！你既然是玄门中人，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厉鬼行凶？我明日便去皇上面前告你纵鬼行凶！本王的王妃岂是尔等能指使的？本王的王妃岂是尔等能指使的？既然你们不让我活，那大家就一起死吧！五鬼噬魂符，去！水龙咒，灭！婉娘执念已消，愿入轮回，尘归尘，土归土，去你该去的地方吧。若有来生，擦亮眼睛。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有本王在你身边。这怎么可能？现在的萧母竟然是假的！这怎么可能？现在的萧母竟然是假的！难怪他会不择手段的包庇苏静荣那个冒牌货，原来这是一出阴毒至极的狸猫换太子。好一个苏家，好一个假冒伪劣的当家祖母！过2日便是三公主府举办的赏花宴，京中勋贵子弟皆会到场。你外祖父和舅舅他们今日便会进京，你大表姐苏灵柔也会同去宴会。你既然要去，就必须带上你大表姐，还有静荣和嘉禾，你们4个一同赴宴。你给我好好照看，莫要出了岔子，丢了我们萧府的脸面。嘉禾就罢了，还要照看谁？当年您都能在道观里不小心将我这个亲生女儿给丢了，如今却指望我能照看好外人？放肆！你这逆女，有你这么跟圣圣母亲说话的吗？姨母息怒，大姐姐在道观也惯了，不懂规矩也是有的，您别气坏了身子。闭嘴！这里哪有你这个冒牌货说话的份儿？鸠占鹊巢久了，真把自己当凤凰了。要去可以，我只管带路，不管死活。若是他们在宴会上闹了笑话，或者出了什么意外，别想往我头上扣屎盘子。好得很，只要你肯带他们去，出了事绝不找你。这是超度世子妃赵婉娘后，天道降下的功德金光。既然苏家今日就要进京了，那这笔血债一笔一笔的算。可算来了！这排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藩王进京了呢。上古之家这般招摇，也不怕折了符手。父亲、大嫂，你们可算到了！一路车马劳顿，快随我回府歇息。哎呦，妹妹，这就是你常提起的安乐吧？都长这么大了，听闻表妹在道观里学了一手算命捉鬼的好本事，连长公主都对你另眼相看。不知表妹可否也帮我算上一卦，看看我的姻缘如何？表妹怎的不说话？莫不是那算命的本事都是唬人的，怕在自家人面前露了怯？你是我表姐，自家人我本不该算。哎呦，这算命还有不给自家人算的规矩，贝妹若是算不出来，直说便是。不过既然你非要算，我便奉劝你一句，这命越算越薄。你背着这种阴毒的血债和阴债，
还是别算得好，免得把最后那点福气都给算没了，落得个横死街头的下场。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堂堂苏家大小姐哪来的什么阴债？不借就不借，何必出言咒我？静蓉表妹，你下个月就要嫁入坤王府了，这凝香丸可是我费尽心思弄来的稀罕物，服下后肌肤生香，且能根据个人体质散发不同香味，保证让坤王对你爱不释手。多谢大姐姐，坤王殿下定会喜欢的。好香啊，大表姐我也想要。别碰！这香味儿是用紫昆檀和横死处女的鲜血提炼而成，苏家竟然用这种阴毒的邪药来蛊宠。安乐那死丫头邪门的很，留她在京中迟早是个祸害。万一她察觉了当年的真相，咱们苏家和你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看着她那张脸就恨不得撕了她。你有什么主意？马上就是春回了，咱们随便找个出身寒微的外放信使，用银子砸晕他，把萧安乐那贱丫头指昏过去，等生米煮成熟饭，把她远远的打发出京城。好一群恶毒的毒妇，竟敢如此算计主人！妹夫啊，安乐这孩子也不小了，及笄之年，这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我昨日与妹妹商量过了，今年春闱有不少青年才俊，虽是寒门出身，但胜在老实本分。若是给安乐找个要外放的进士，夫妻俩去地方上做个父母官，也是一桩美事啊。是啊，老爷，大嫂也是一片好心，为了安乐的将来着想。放屁！我萧成风的嫡长女，轮得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什么寒门外放亲事？我闺女那是玄门高人，连长公主都得客客气气对待的贵客，她的婚事必须她自己点头算数，谁敢强迫她，老子第一个掀了她的桌子！成风，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苏家也是为了安乐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有之。如今我们苏家静蓉即将嫁入坤王府，苏家势大，我们说的话难道还做不得主了？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做他的主？看清楚了，这是本王的定情信物。萧安乐是本王未过门的叶亲王妃，本王的王妃岂容尔等蝼蚁在此算计？王爷恕罪，草民有眼无珠，竟不知萧大小姐是有眼无珠。本王看你们苏家是活腻。哎呦喂，我萧成风的闺女就是有排面。安乐，这等安杂之地，带去了葬礼的意外，我们走。好。今日若不是我赶到，你难道真打算站着任由那群蝼蚁欺辱？就凭他们，我若出手，苏家的大厅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只是王爷来得太快，没给我发挥的机会。本王说过，只要有我在，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苏家那些杂碎，还轮不到脏了你的手。3日后是三公主的赏花宴，苏家今日吃了亏，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恐怕要在宴席上作妖。他们敢！我已经中传讯给长公主，她会在宴席上多加符照你，你且放宽心去玩。若有人敢找你不痛快，只管放开手收拾，天塌下来，本王替你兜着。好，那我就大开杀戒了。安乐啊，今日三公主府上的赏花宴，你作为萧家嫡长女，理应带着妹妹们一同前去见见世面。静蓉和灵柔刚到京城，人生地不熟，你这做表姐的可得多多照顾。要是能引荐给哪位贵人，也是咱们萧苏两家的福分，不是？照顾？苏家是缺胳膊还是少肢？连路都不会走了？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他们好歹也是你的表亲，你若是不带他们去，旁人还以为我们萧家容不下亲戚。腿长在他们自己身上，想跟就跟着。不过，若是出了什么洋相，别指望我给你们兜底。神气什么？等到了公主府，看我不撕下你这层皮！表姐，这公主府门前可不比乡下，你这般随意站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不懂规矩的野丫头呢。师傅，徒儿可算等到您了。师傅，您可算来了。这是我排了半个时辰队给您买的八宝斋糕点，还热乎着呢，您先垫垫肚子。周闯，你出门前就不能照照镜子？穿成这样，你是想闪瞎谁的眼？师傅，这可是我连夜让人赶制的法衣，穿着它，我觉得我浑身充满了灵气。周小侯爷，您可是堂堂五阳侯，怎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大呼小叫？
我表姐虽在乡下长大，不懂规矩，但您这般失礼，若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看笑话？你算哪根葱啊？小爷我跟我师傅说话，轮得到你来插嘴？我可是未来的昆王妃哟，未来昆王妃啊！昆王府的门槛你踏进去半步了吗？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在这摆起王妃的谱了。你那脸皮是城墙拐角做的吗？怎么这么厚？你竟敢如此辱骂于我！骂你怎么了？小爷我没动手揍你就算客气了。你一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也敢在我师傅面前淫狂吠，真当京城是你家开的？再敢多说一句，小爷我立刻放狗咬你！侯爷欺人太甚！哼，欺负你们怎么了？谁敢欺负我师傅，就是跟我武阳侯府过不去。哎呦，我的好安乐，你可算来了。本宫在府里左等右等，生怕你路上遇到什么不长眼的东西扫了兴。长公主安好，跟本宫还客气什么？把本宫准备的见面礼拿上来。这是本宫特意让人从内库里挑的，最衬你这清冷出尘的模样。今日这宴会，你就是本宫最尊贵的座上宾，谁若是敢给你脸色看，就是打本宫的脸。别急，不过是仗着周小侯爷的事罢了。等会儿进了内院，那些世家贵女最重才情，有这乡下野鸭丢人现眼的时候，到时候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待下去。小姐姐，你终于来了！我刚才在门口就想去找你，可惜被母亲按住了。早就听闻萧大小姐不仅精通玄学，诗才更是妙得，今日一见，果真气度不凡。萧姐姐安好，逸轩这厢有礼了。两位姑娘客气了，才女之名不敢当，不过是略通一二罢了。略通一二，萧大小姐还真是谦虚啊！谁不知道萧大小姐在乡下道观里长大，每天跟着那些牛鼻子老道画符捉鬼，哪里有时间读什么圣贤书？陈姑娘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表姐那首诗可是惊艳了长公主呢。虽说在乡下没请过西书先生，但说不定表姐天生聪慧呢。是啊，只是表姐以前在家中确实从未展露过诗才，我真怕外头那些传言是真的。传言？什么传言？不就是说她那首诗是花重心找人代笔，拿来在长公主面前邀宠的吗？萧安乐，你若真是才女，今日这般好的景致，不如当众赋诗一首。你若是做不出来，那代笔的罪名你可就坐实了。你这是做贼心虚，无话可说了吗？千秋无橘色，听好了，岳母是佳人，倾国倾城貌，今为天下人。这诗气魄宏大，词句绝艳，竟是将女子的美貌写到了极致。好诗，简直是千古绝唱。萧姐姐大才，此诗一出，京中那些所谓的才子佳作瞬间黯然失色。逸轩今日真是大开眼界，我就说萧姐姐是真正的才女，你们这下服气了吧？萧姐姐，您刚刚赠造沈顺子那首绝句，不知可否也赠逸轩一首？萧姐姐，您这是怎么了？李姑娘，作诗先放一放，我观你印堂发黑，命宫悬针，黑气已入命门。放手！萧姑娘，我好心请你作诗，你作何平白无故的咒我？我不管你是真有本事，还是在这装神弄鬼糊弄人，但你最好别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我定南侯府可不是谁都能随意编排欺辱的。我不过是实话实说，李姑娘若是不信，便全当我没说。这是之前说好的，你作诗极好，这玉佩便赠与你。虽说你这人满嘴胡言乱语，危言耸听，但我李逸轩向来一言九鼎。今日这手帕交，看来是做不成了，告辞。这脾气还挺大，本来想教他个避劫的法法，既然走了，那就算了。一首诗换200-300两，这买卖倒是不亏。好好的作诗不出风头，非要装什么神算子，把李姑娘都给气走了。萧姐姐，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逸轩姐姐真的有血光之灾，那有没有什么法子能帮她避开啊？
萧姑娘，若李妹妹真有血光之灾，不如你给指条明路，说说该如何化解。李妹妹脾气急，这玉佩全当定金，剩下的800两我替她补上。就请萧姑娘多说2句，也好让我们见识见识你算的到底准不准。沈姑娘真是个爽快人，这多出来的200两，我就当是为沈姑娘做事的润笔费了。这血光之灾躲是躲不掉的，不过既然我收了沈姑娘的钱，替她买命，这灾厄倒能减轻几分。郡主，劳烦你立刻派几个得力的侍卫去府外的马厩检查一下李家的马车，尤其是车轴和车轮。马车？对，若我没算错，李家那辆马车早就被人动了手脚。不行，我得赶紧派人去查马车，还要派高手去把逸轩姐姐追回来。是。我总觉得今日的逸轩有些反常，往日里就算听到不中听的话，他也不会当众翻脸，更不会连宴席都不吃就直接回府。萧姑娘，你是怎么看出他有血光之灾的？看他印堂发黑，命宫悬针，死气已凝结成实质，那这血光之灾到底是何缘得出结果？能算出起因吗？我虽开了法眼，但没有他的生辰八字，总不能看一眼就知道他祖宗18代的事。不过定南侯府最近是不是不太平？哎呦，萧姑娘算得真准！定南侯府最近为了一个女人，可是闹得鸡飞狗跳嘛。听说定南侯从外面带回一个女人，大着肚子呢，还要给人家平妻的名分。这定南侯也是个奇葩，肩挑2房还要娶平妻，乱成一锅粥。定南侯风流成盛，偏偏那女子信了他的鬼话。一烟这几日想必就是因为这事头疼，可这跟血光之灾似乎也扯不上关系。禀报郡主，怎么样了？查清楚了吗？小的带人仔细查验了李府的马车，那马车轴被人从内侧用锯子锯断一大半，上面还布到了黑泥茶叶，根本看不出。那车轴若是载人行驶，不出100亩必定断裂。这可不是什么意外，有人在向他借命，借命。还愣着干什么？快派王府暗卫去追逸轩姐姐，无论如何也要把她安全带回公主府。是。萧姑娘，你说的借命到底是何意？就是字面意思，用邪术杀掉一个人，强行剥夺他的阳寿气运，转降到另一个人身上。这等阴毒手段在玄门中也是禁术。萧姑娘真乃神人也，茵茵今日算是开了眼界。萧姑娘既然算得如此精准，不知可否也为我算上一卦，就算一算姻缘吧。沈姑娘大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的八字报来。你也是大梁18年生人。是，刚才那些人讨论逸轩的血光之灾，其实话没说全。那一年京城上空突现异象，钦天监曾暗中批言，说那年出生的女孩中有一人身负凤凰命格，15年的异象分离3魂7魄投胎时引发的动静，并不是那年所有女孩都会被盯上，而是9月初10这天出生的。逸轩我还有另外3个女孩都是同一天出生。10年前我5岁那年，曾被人贩子拐走，我亲眼看到和我关在一起的2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被那些人活生生放干了线。你被拐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女孩？没有。若是见过你这般容貌的，我定会记得。当年若不是国公府的护卫及时赶到，我恐怕我也是大梁18年9月初10生。那被杀的女孩是不是跟我遗失的神魂有关？定南侯府的借命案绝对藏着我神魂的线索。沈姑娘受惊了，我来为你批这姻缘卦。女子求财稳如山，交易合伙多吉庆。你这命格极好，若遇良人，安享荣华过一生；若所遇非良人，亦能扬鞭走马显威容。良子送终，寿元78，卒于3月之中。家里最近正为我议亲，父亲看中2皇子，母亲却属意武阳侯周人定胜天。皇家的浑水深不可测，你的命盘稳固，但我看你红鸾星动的方向，并非深宫内回。多谢萧姑娘指点迷津，他日我若大婚，定给姑娘送上厚礼，一定，我等你的请帖。小姐姐，快，你也给我算一卦，我也要算姻缘。不好了，郡主，长公主殿下让您和萧姑娘快去前院。慌什么？前院怎么了？小侯爷，武阳小侯爷在前院被3公子摁在地上打，脸都打肿了。什么？敢打我徒弟？我让你胡说八道，让你满嘴喷粪！公子今日非撕了你这张嘴不可！你打死我也没用，你就是个冒牌货，你根本不是3姨母亲生的！滚开！哎呀，我的腰！谁？哪个不长眼的敢打本公子？师傅，您可算来了！这孙子不讲武德，直接动手，您徒弟这张英俊的脸都快被他毁了。我教你的符箓呢，教你的步法呢，你就躺在地上挨揍。
师傅，您教的那些都是用来打鬼的，这孙子是个人啊，我怕一道符把他劈死，给您惹麻烦。你就是那个神棍萧安良，你徒弟当众诋毁我的血脉，说我不是母亲亲生的，我要扒了他的皮。诋毁？我徒弟虽然学艺不精，但看面相这门手艺还没瞎。周闯说的没错，你的命宫与三公主的子女宫毫无血脉牵连，你确实不是三公主亲生。三哥不是亲生的。住口！萧姑娘，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10月怀胎生下的骨肉，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母亲，他们师徒俩合伙诬陷孩儿，你要替孩儿做主啊！公主若是不信，可敢起卦一测？好，我就让你算。若你算错，今日这事，本公主绝不罢休。请公主在心中默念寻子之愿，然后抛出铜钱。卦象显示，公主真正的亲生骨肉并未夭折，人在京郊大河村，进村往东属第6间茅草屋。那拿着锄头正准备下地的少年，便是公主真正的三公子。他姓葛，排行老七。来人，快去大河村，把人给我找回来！一派胡信，母亲我不信，滴血验亲，我要滴血验亲，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我就是你的儿子。这不可能，不可能！这水有问题，这水一定被人动了手脚！你们合伙害我！我的儿啊，到底是谁害了我的儿子？三哥，你干什么？放开我！对，用你的血试试，只要你的血能和我的融在一起，就证明我们是亲兄妹。我不是母亲的儿子，那我到底是谁的儿子？我算个什么东西？你当然不是什么来历不明的野种，你不仅是个冒牌货，你的生母此刻还在府里享清福呢。萧姑娘，你告诉我，那个贱人到底是谁？你的生母就是三驸马身边的通房莲姨娘。好一个莲姨娘，好一个三驸马，把我的亲生儿子扔去乡下受苦，却让我把一个贱皮的儿子当成心肝宝贝养了10几年。来人，调御林军，跟我去西南院，把那个贱人给我绑了。你刚刚跑哪儿去夜了？衣服怎么又换了？嘿，刚刚不是打架衣服脏了吗？下人带我去换了一套新的。这是比你那套大金雀好一点。师傅，什么情况？我错过了什么？他怎么倒地上？哼，遭报应了呗。嘿，活该，让你揍小爷，这下现世报了吧？你还笑？要不是你管不住这张破嘴，非要当众说出来，事情至于闹得这么难看？以后看相算命，给我低调点，别总想着出风头。知道了，师傅，徒儿下次一定偷偷告诉施主。妹妹，咱们是不是惹大麻烦了？这可是皇家秘辛啊！小女子苏家凌柔，见过叶亲王殿下。本王新月萧大小姐，不知你可愿做我的王妃？这不死传啊！谢思明不仅权势滔天，能给我当最硬的靠山，关键是他那一身闪瞎眼的功德金光，简直是行走的充电宝。有他护航，我找神魂的速度绝对能翻倍。好啊，我愿意。你既答应了，本王明日便上门提亲。慢着，答应归答应，但我有条件，婚期必须推迟。在我找齐2样至关重要的东西之前，我不能成亲。好，只要你点头，一切都依你。你什么时候找齐东西，本王什么时候十里红妆娶你进门。表妹，你太不知廉耻了！婚姻大事，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这般光天化日之下与男子私定终身，将我们萧苏2家的颜面置于何在？礼法何在？规矩、礼法，在这里，我萧安乐的话就是规矩。表姐还是省省口水，去别家看看吧。这个男人，我要了。王妃教训的是，本王这就回府清点库房，把所有的家底账册都给你送去往生铺。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徒弟，这道符你拿好。师傅，这是干嘛用的？你回府后，立刻派人暗中盯死定南侯府的一举一动，一旦有任何异样，立刻撕碎符纸给我传音。定南侯府，师傅，您是说那个借命的事？定南侯府有人要借李姑娘的命，去给他们家那个病秧子世子续命。这等偷天换日的邪术，定然与我一世的神魂脱不了干系。带上家伙，跟为师去会会这群魑魅魍魉。表妹，听闻你昨日在三公主府大放异彩，不仅算命奇准，还能看透血脉真伪，不知能否也为表姐我看一看？这两人竟然不是亲姐妹，而且还有一个连苏家血脉都不是，这苏家后院可真够乱的。表姐，我这人算命有个规矩，亲人不算。不过若表姐愿意出个1000两的香火钱，我倒是可以破例为你卜一卦。1000两？表妹这是抢钱吗？你在往生铺一卦也不过100两。表姐此言差矣，普通人100两，皇上和官家1000两，毕竟你们身份尊贵，这卦金自然也要水涨船高。逆女，你跪下！母亲这是发什么疯？一回来就拿我撒气。你还有脸问？你在三公主府惹是生非，当众拆穿三公子的身份，把好好的宴席搅得天翻地覆，你知不知道这会给我们萧家树下多大的强敌？母亲急什么？我不过是揭穿了调包的假货，让真正的皇外孙有认祖归宗的可能。您这般心虚动怒，难道您也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坤王殿下到！这么重的伤，短短几日就痊愈了，而且他身上的气运黑得发邪，绝不是正道手段。臣女苏灵柔见过王爷。苏姑娘免礼。早听闻苏家姑娘个个国色天香，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王爷谬赞了。小姐，奴婢知错了，求小姐饶了奴婢以前的无礼。知错，口说无凭。你若是真心效忠，就发个毒誓听听。奴婢发誓，今后只效忠小姐一人，若有违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好，记住你今天的话，若敢背叛，我会让你知道，天打雷劈都是轻的。起来干活吧。叫我出来做什么？又有架打？不打架，找线索。这松鹤道长留下的纸人，我怀疑出自圣火观，乾坤无极，万里追踪，给我现！不好，退！好狠的手段！幕后之人竟然直接毁了纸人的一缕残魂灭口，线索断了。顺知府大牢里还关着一个圣火观的道士佐藤田，他有危险，我必须去一趟。王爷，这是臣女偶然得来的孤本，想着王爷喜爱，特来献给王爷。苏姑娘真是有心了。这不是兵器，这是借受续命留下的阴煞反噬。坤王到底干了什么勾当？萧姑娘，大半夜的，这是要去哪儿？你能看见我？本王看得一清二楚。外头风大，上车来说话。主子，您撞邪了，这哪有人啊？滚下去警戒。没道理啊！我这隐身符可是极品，连高阶玄门修士都看不透，你怎么做到的？本王天生异瞳，拥有一双能看破万法的法眼。你的符箓阵法在本王眼中形同虚设，难怪你总能精准逮到我。大牢现在是你接管的，那圣火关的佐藤田呢？佐藤田已经被坤王府的人接走了，坤王脸上的伤就是他用秘医治好的。果然是他们，坤王身上的阴煞之气，绝对是用了极其阴损的邪术。坤王的事，本王会派人盯着。本王今夜在此等你，是有另一桩要案，想请王妃效助。要案？有钱赚吗？京郊张员外家36口人一夜之间被屠戮殆尽，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活口和线索，连刑部都束手无策。本王怀疑，这不是普通劫杀。灭门惨案，这活可不轻松，我出场费可是很高的。你要多少，本王给多少。成交。不过亲兄弟明算账，查案归查案，这挂金可一分不能少。王妃这般主动投怀送抱，本王若是不当真，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好恶毒的阵法，这是困魂阵，他们不仅杀了人，还
还用阵法将张府36口的魂魄死死镇压在这里，让他们无法去地府报道。能破吗？小菜一碟。不过王爷，这破阵的辛苦费得另算。拿着，不够再补。天地无极，百鬼现形破。师徒饶命！我只是路过的孤魂野鬼，没有害人啊！少废话！我问你，张府灭门那晚，你看到了什么？那晚冲进来一群黑衣人，见人就杀。我听到带头的那个黑衣人骂骂咧咧，说找遍了都没找到。张员外是倒卖私盐的巨富，钱去哪儿了？我说，但是我有一个请求，仙姑，我有个不成器的孙子，想进京郊大营谋个差事，您看？本王准了，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属实，明日你孙子就是京郊东大营的校尉。多谢王爷，多谢王爷。我说，1个月前，张员外请了个邪道，用了五鬼运财术，把府上所有的金山银海全都偷偷转移到当朝礼部侍郎孟大人府里的假山密室中了。五鬼运财，礼部侍郎，这可是条大鱼啊！若是能超了孟府，那得是多少功德和银子？对了，明日我那贾母亲刚好要带我去孟府参加孟老夫人的寿宴。那王妃打算如何？明天我先去吃席，顺便探探那假山密室的虚实。好，等王妃吃完席，玩够了，本王再去抄家拿钱，一切由本王给你兜底。师傅你也来了。师傅，这位是四皇子翼王殿下。见过四殿下。萧姑娘客气了。早听景轩提起你的玄门奇术，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这夺嫡的水是越来越浑了。大皇子坤王，现在又来了个四皇子，这孟府的寿宴，怕是一场鸿门宴。萧姑娘，您在三公主府做的诗简直绝了，不知今日能否也为我等作诗一首？是啊是啊，我们可是仰慕已久了。作诗可以，不过我这人有个规矩，我是算命的，一卦千金，作诗只是算命的天头。1000两，这也太贵了吧！这可是泄露天机、损耗修为的。当然，诸位若是嫌贵，也可以去我城南开的往生铺，那里日常算卦只需200两，同样赠诗一首。今日可是给诸位打折了。萧姑娘出落的真是标致，这支玉簪就当是我给晚辈的见面礼了。师傅，出大事了！孟府后院那座假山里全都是带着血的金条，还有个牛鼻子老道在里面做法。快装！叶亲王的人很快就会查到这里，大皇子殿下急需这笔银子充实军饷，快点，再快点！五鬼运财，满门抄斩，你们这笔沾满36条人命的血钱，也想拿去谋朝篡位？干坏大皇子的好事，五鬼之魂，给我杀了他！区区五鬼也敢在姑奶奶面前班门弄斧，天道雷法，破邪除魔！全部拿下，违抗者就地格杀。王妃辛苦了，这是破案的赏金。谢思明、萧安乐，你们以为这就赢了？大皇子殿下的谋划才刚刚开始，属于你们的死局已经布下了。死局，姑奶奶我专破各种死局。全府封锁，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孟家上下就地羁押。叶亲王，你不能！我背后可是大皇子，你这是在与大皇子作对。本王连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区一个皇子也配拿来压本王？三弟小心！都别过来！谁敢动一下，我立刻杀了他！你疯了！光天化日绑架朝廷命官之子，你要诛九族啊！叶亲王，帮我父亲出来！让你们的人退下，给我准备一匹快马，否则萧家三公子今天就得给我陪葬！放了我儿子！孟公子，你抓错人了，你要抓他呀！安乐，你惹出来的祸你自己去承担，你快去把你三哥换回来呀！你从小在外面受苦命贱，你三哥可是要考状元的，他不能死啊！娘，你疯了吗？安乐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你还是个人吗？大哥二哥，别管我，妹妹
你千万别过来！狐狸尾巴终于快藏不住了，想用我的命换人？孟大公子，你也不掂量掂量，你这条贱命配不配？你别过来，我真会杀了他！秦书媛，出来接客。敢动我家主子，找死！鬼，有鬼啊！说，张家36口灭门惨案到底是谁干的？你们假山里的金子是要送到哪里去？是我父亲干的。为了筹集大皇子殿下的私兵军饷，我们买通了江湖杀手，屠了张家满门，伪造成刘匪作案。大皇子这是要造反啊！那些金子用了五鬼运财阵，要偷偷运往京郊的。京郊的什么地方？大皇子的秘密据点在哪儿？在京郊落凤谷。御驾军听令，封锁西南角，活捉刺客。灭口，动作倒是挺快。看来大皇子在那据点里藏了不得了的东西。剑儿，我的剑儿啊！是他，是这个妖女！叶亲王，你瞎了吗？是他用了妖法，逼我儿胡言乱语，现在又杀人灭口！我要进宫灭圣，我要告御状，保护老爷！杀出去！抗旨拒捕，杀无赦。天罗地网，阴阳无极，生魂离体，速归无力。去！杀得了人，灭不了魂。孟大人，今晚这戏才刚开场，谁也别想跑。好痛！我全都说。除了张家灭门案，你们孟家还背着什么见不得光的阴债？说清楚。大皇子命那妖道在京郊布下引魂阵，不仅敛财，还利用邪阵系京城其他权贵的运势，填补大皇子的龙气。我父亲帮他拟定了名单。完了，全完了。是你这个扫把星！自从你今天踏进我孟家大门，我孟家就没好过。你这个妖女，你不得好死！我说过，这钱只算命不保灾。我早就算过，你今日过后，锦衣玉食到头，家业全无，你的父母宫已破，马上就要面临牢狱之灾。不仅如此，你引以为傲的身份，很快就会沦落风尘。传本王手令，孟府上下涉嫌谋逆与邪术害人，全部打入死牢，查抄全族，寸草不留。遵命。累了一天，本王送你回府，顺便聊聊那京郊据点的事。王爷这是想让我当免费劳力，去端了大皇子的老巢？怎么会？破阵的赏金，本王全包。碰见鬼魂吐露的地方叫落风谷，那里地形隐蔽，易守难攻，是大皇子私兵的集结地之一，恐怕也藏着不少圣武观的妖道。能布下吸食权贵运势的引魂阵，这阵法的核心绝对不简单。今晚行动，你只需破阵，那些杂语交给我。王爷好大的口气，不过有免费的打手，我自然乐意。你今天在孟府说的那是什么混账话？安乐是你的亲骨肉，你竟然想拿他去换三弟的命！娘，在你眼里，只有考取功名、为你挣面子的儿子才是人，妹妹的命就如草芥吗？烦了你们了！我是你们的母亲，我那是缓兵之计。够了，从今天起，妹妹的安危由我们三兄弟负责。您若再敢动什么歪心思，别怪我不认你这个母亲。圣火关又是这帮老鼠。这帮牛鼻子老道果然藏着我的神魂。大皇子
圣火关，你们欠我的，今晚连本带利一起讨回来。就知道你等不到明天，走吧。极阴之地，藏风聚沙，这里不仅有兵营，地下还连着一个庞大的邪阵。大皇子的私兵营在左侧，我已经通知御甲军精锐在谷外5里处待命。我们直捣黄龙，去破他的邪阵。竟然惩罚活人的气运和生魂，这帮畜生简直死不足惜！住手！叶亲王、萧大小姐，老夫在这儿布下天罗地网，等你们很久了。今晚你们2个就化作这万魂阵的养料吧！一阵！雕虫小技也敢在本王面前献丑！秦舒然，水火神咒，阴阳逆转，给我破！是我的第3缕神魂。这便是第3缕神魂被污染后所催生出的困魂幻境吗？好重的煞气！萧安乐，你确实有些本事，但这可是老夫用你神魂作引布下的血煞困魂阵。只要你的神魂被困死在这里，外面的你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用我的东西来对付我，你也配？别白费力气了，在这里你的法力都会被煞气吞噬，你就乖乖看着老夫是如何当着你的面将那1000万黄金运走的。找死！五鬼运财阵，大皇子还真是贪得无厌，连死人的军饷都不放过。那又如何？你出不去，只能眼睁睁看着，等黄金运完，就是你的死期。区区障眼法，也敢在本姑奶奶面前班门弄斧？天苍苍，地茫茫，五方财运听我令，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拿了我的香符，还不给我滚回去！你竟然能隔空切断阵法，这不可能！现在轮到你了，想拿我的神魂布阵，狠狠给我破！我的阵法，我的五鬼啊！没用的废物，快开启传送阵，快带本王走！想逃？我的老天爷，这也太多了吧！这大皇子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这起码得有近1000万两吧？怎么，萧姑娘看上这些俗物了？什么叫看上了？我这叫按劳分配。刚才我在幻境里破了五鬼运财阵，保住了这些黄金。这护阵的出场费，王爷总得结一下吧？本王可是你的未婚夫，咱们之间还需要算得这么清楚吗？亲兄弟还明算账呢。王爷，咱们不谈感情，伤钱。好，不谈感情，这些够付萧姑娘的出场费了吗？王爷大气，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还叫我。此事牵涉大皇子，本王必须连夜进宫面圣。你今夜受了惊吓，先回府好好休息。这是什么？这是本王的贴身令牌，在京城，谁敢惹你，用它砸回去。母亲，昨夜在孟府大殿坍塌，刺客横行，您明知安乐还在里面，
为何连一句关心都没有，只顾着带外人逃命？是啊，您若是不想要这个亲生女儿，当初又何将她找回来？放肆！你们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他萧安乐本事大得很，连叶亲王都护着他，哪里轮得到我来操心？母亲，您护着表妹，我们无话可说。但安乐才是我们异母同胞的亲妹妹，您的偏心实在让我们寒心。三位表哥别怪姨母，都是蓉儿当时吓坏了，姨母只是为了护着我。三位哥哥，跟这种没有心的人废什么话？我的死活不用他了，他也管不着。逆女，你看看你这教养！你给我站住！第三缕神魂终于找回来了，只要融合了它，我的修为就能恢复70%，也能看清这贾萧母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师父不好了，出大事了！好好说话，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天没塌，但李一山的命快塌了。我派去盯着定南侯府的人拼死送回消息，侯府里的那个邪道根本没走，反而变本加厉了。他们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个极其阴毒的阵法，叫什么偷天换命。李姑娘现在已经被他们困在密室里，危在旦夕啊！好一个定南侯府，好一个圣火关妖道，我放他们一马，他们倒敢蹬鼻子上脸了。走，今天我就让他们知道，借命不还是要拿命填的。师父，咱们就这么直接闯进去，这可是侯府啊！侯府，今天我踏平他！什么人敢擅闯定南侯府？杀！秦书人，心肠。换命大阵已成，只要抽看这丫头的生机，世子就能起死回生了。快把他的命给我儿子！只要我儿子能活，谁死都无所谓。别人的命，你们也配拿？是你，找死！我的儿啊！你这个贱人，你杀了我儿子，我跟你拼了！饶命啊！说，教你这阴毒邪术的圣火观老巢究竟在哪儿？说，教你这阴毒邪术的圣火观老巢究竟在哪儿？你以为你赢了吗？你破了换命阵又如何？定南侯府的底牌还未破，圣火观的大业你挡不住的！都是你，是你这个克星害死了我的儿，他死了你也别想活。侯爷，快启动暗格，不能让世子的命白换。师父，那是个什么鬼东西？怎么感觉比寒冬腊月还要冷？你害死了世子，坏了我们定南侯府的运数。既然如此，就只能用极端祭祀来补救。来人，把这个逆女给我按进去！放开我！父亲，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侯府养育你15年，就是为了今天。只要把你关入关中受罚祈福，侯府便能平安顺累，我还有机会再养子嗣。你必须受罚！大小姐，对不住了。好痛！不要，放过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师父，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光天化日，草菅人命，小爷我跟你们拼了！今天有小爷在，谁也别想动他一根汗毛！周小侯爷，这是我定南侯府的家事，我劝你少管闲事，否则本侯连你一块杀！杀了他，把他们全杀了！为了侯府的运数，谁阻拦谁就得死！小爷可是五阳侯，你们敢动我，我外祖父定会诛你们9族！敢在我的眼皮下动他，你们找死！天地无极，乾坤借法，八方游魂，听我号令，速速现身！破！鬼，有鬼啊！救命啊！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疗愈符，收你100两。师父，你太牛了，吓死我了！
为了所谓的侯府运数，连亲生孙女都要残忍献祭，我倒要听听这丧尽天良的法子究竟有多阴毒。那伙江湖人称把姑娘关进特制铁棺，用6根粗大木槊固定手脚与身躯，限制行动，就能借他为由头消除府中不顺。6根铁钉，祖母，我教了你15年的祖母啊！你们的心是石头做的吗？6根，好一个6根困魂钉！圣火观的手段果然一脉相承。周闯，带他走。这肮脏地方，我多待1秒都觉得恶心。你经此大难，却比常人坚6亲尽断。你可愿拜我为师？却比常人坚韧。我门下正缺人手，你可愿拜我为师，随我修习玄门之术？多谢萧姑娘救命之恩，也谢姑娘厚爱，但我不能学。为何？因为我怕我一旦掌握了能够杀人的力量，我会控制不住自己。我会回到那个地狱般的侯府，将那些生我养我却又想残忍杀我的所谓的亲人，一个个千刀万剐，屠尽满门。萧姑娘是清正之人，我若是因仇恨堕入魔道，定会连累您的清誉。逸轩宁愿青灯古佛，也不愿让恩人蒙羞。我尊重你的选择。既然如此，你便在长公主府安心休养，若有难处，随时来找我。给我砸！今天我就是要让整个京城都知道，我苏静荣才是真正的凤凰命格。坤王殿下已经承诺，择日便会迎娶我入府。萧安乐那个贱人呐，躲哪儿去了？还不快给我滚出来受死！等蓉儿当了王妃，第一件事就是拿办你这个招摇撞骗的妖女。我乃天生凤凰命格，尊贵无比。萧安乐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懂点江湖把戏的泥腿子。等我收拾了他，这萧府依然是姑母做主。听到没有？你们这些狗奴才，还不赶紧过来给我和表小姐磕头！等收拾了萧安乐，我看谁还敢对我不敬！放肆！我看谁敢动我妹妹一根头发！真当我们萧家男儿死绝了吗？你这个毒妇！安乐才是我们的亲妹妹，你不仅偏心这个冒牌货，还敢带着外人来家里打杂，简直厚颜无耻！你若再敢多说一句安乐的不是，我今日便休了你这毒妇！这萧府还轮不到你们来撒野！你们反了！竟然为了这个妖女凶我！蓉儿，让侍卫动手，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凤凰命格，就凭你这副鸠占鹊巢、满身阴债的烂骨头！贱人，你胡说什么？坤王殿下找高人看过，我就是凤凰将士。法眼开！大家看清楚了，他身上这所谓的凤凰命格，是用邪术吸食他人气运，剥夺他人寿命，强行为妻的邪阵。你踩着无辜之人的尸骨往上爬，真当这天道是瞎的吗？今日我便破了你这偷来的命格！破！我的脸怎么了？这不是真的，我是王妃，我是凤凰。真他妈晦气！什么凤凰命格，原来是个怪物！兄弟们，撤！这种恶心东西，王爷看一眼都会吐。别走，带我走！我是王妃啊！多行不义必自毙，把这2个疯婆子给我扔出萧府，别脏了我的地！父亲，哥哥们，孟家贪污的那900万两白银，其实都落入了大皇子的私库。大皇子图谋甚大，朝堂必有一场腥风血雨。你们在朝中任职，务必处处小心，切莫卷入夺嫡之争。竟然是大皇子！安乐，你放心，为父知道轻重，倒是你屡次破坏他们的好事，千万要保护好自己。萧姑娘，求您快去看看吧！昭华郡主她突然浑身抽搐，口吐黑血，满嘴说着胡话，太医束手无策，这像是冲撞了吉凶的邪祟。极阴之气，大皇子和圣火观的余孽，这么快就又露尾巴了。大皇子和圣火观的余孽，这么快就又露尾巴了。安乐，这信上有古怪，朝华郡主可是3公主的掌上明珠，若是牵扯进什么凶险的邪术里，你孤身前往，岂不是太危险了？是啊，妹妹，大哥带几个府兵陪你一起去，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涉险。父亲，大哥，你们放心，这邪祟伤不了我。况且3公主府重兵把守，我去就回。
你们留在府中，切记不要靠近母亲的院子，免得沾染了苏静荣留下的晦气。别过来！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我的周华啊！太医，你倒是想想办法啊！公主饶命！郡主这脉象紊乱之极，根本不是病。下官实在是束手无策呀！小姑娘，你终于来了，快救救昭华，她像是被什么恶鬼附身了。法眼开！我当是什么基因邪祟，原来是阴毒到了极点的烂桃花煞。按住他！天地玄宗，万气本根，破煞除邪，急急如律令。昭华，我的儿啊！母亲，我这是怎么了？我感觉浑身像被车碾过一样。郡主，你是不是暗中倾慕翼王殿下，甚至还私下收藏了他的物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翼王从亲缘上算是你的舅舅，这本就是违背伦常的孽缘。你被人暗中下了烂桃花煞，就是借着你这份心思，企图吸干你的生机。郡主，我为你批过命，这只是开始。你这几年烂桃花极多，3日后你必有一场水祸，切记远离水边。另外，若你在18岁前成婚，要么家破人亡，要么凄惨和离，言尽于此，信不信由你。主人，谢将军传信说，在铜锣巷找到了一个姓冯的，他会不会就是当年害死我的冯瑞婷？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你且收敛些煞气，别还没找到仇人，先把附近的孤魂野鬼招来了。快点挖！要是被人发现咱们偷情还杀了你堂兄，我们就死定了。闭嘴！赶紧埋了，只要埋干净，谁知道他死了？原本是来找姓冯的，竟然撞上了一出杀人埋尸的戏码。哼，不是冯瑞婷，是个不认识的倒霉鬼，白跑一趟。有人看到了，不能让他活着出去报官，杀了他，一起埋了！小杀人店，你也不看看我是干你堂的。你到底是什么人？能让你们活见鬼的人，现行符去！鬼啊！你们这对狗男女，还我命来！还我命来！堂兄饶命，都是他逼我的，是他要杀你的，不关我的事儿啊！贱人，是你勾引我的！别吵了，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家中可还有什么亲眷？回大师，小人姓冯，家中亲眷大多在乡下，只有一远房堂弟，早年离家，听说曾去京城求学，如今不知所踪。你堂弟叫什么？他叫冯瑞婷。是啊，别怪我狠心，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心无旁骛的攀附权贵。你去死吧！冯瑞婷，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打入18层地狱！秦书然，醒醒！你想引来天雷劈散你的魂魄吗？冤有头债有主，既然这倒霉鬼是冯瑞婷的堂兄，事情就好办了。你立刻写一封家书寄尾族中，询问冯瑞婷的下落。若是找到了，我便超度你投胎；若找不到，你就留在凡间做孤魂野鬼吧。小人这就写，这就写。夜深路骤，王妃还要一个人走回去吗？上来，本王送你。你连日奔波，太累了，喝点热茶。还是你这车里舒服，多谢。安乐，京城局势动荡，你既已答应了本王，本王明日便请旨，正式去萧府提亲。这男人的功德金光简直是疗伤圣药，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成亲。王爷的心意我领了，但我曾说过，我丢失了极为重要的神魂，神魂未齐之前，我绝不谈婚嫁。好，本王说过，无论多久，本王都等。
王妃这是不打算放本王走了？王爷说笑了，是个意外，我这就解开。别动，我来。昨夜多谢王爷照拂，我看王爷眼底有乌青，定是夜里未曾安寝。回去后，我亲手制一副安神香，派人送去王府，全当补偿。本王记下了，王妃亲手所制，本王定日也燃着。你这个逆女，你还有脸回来？我回我自己的家，有何不敢？母亲这一大早摆出这副阵仗，又是要唱哪出？你还敢问？你这个扫把星！自从你回来，我们萧家就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蓉儿那么乖巧，你非要当众毁了她的命格。她现在容貌尽毁，整天躲在苏家的柴房里惨叫，像个怪物一样。坤王殿下嫌她恶心，直接退了婚，把她像丢垃圾一样丢回了苏家，她彻底毁了你，满意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窃取气运，偷拿别人的命谋，反噬是迟早的事，与我何干？你还敢顶嘴？不仅是蓉儿，定南侯府的人昨日又来府上找茬，说你破坏了他们的大事，扬言要让我们萧家好看。你这个惹祸精，非要害死全家才甘心吗？来人，动家法，给我狠狠的打！打完把他关进柴房，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放他出来。既然你如此不知悔改，今日我便彻底撕破这虚伪的母女情分。住手！我看谁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老爷，你看看他惹了多少祸，我教训自己的女儿有何不可？教训女儿？你摸着良心问问，你配做母亲吗？克扣亲生骨肉，偏袒一个恶毒的假千金。蓉儿作恶多端，你不仅包庇，还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安乐身上。我看这萧府你是待不下去了。你要赶我走？为了这个在外面野了10几年，不知沾了多少晦气的丫头，你要休妻？我不是休妻，我是送你回娘家好好清醒清醒。你看看你现在这副编织疯狂的样子，哪里还有半点当家主母的体面？程风、程理、程山，你们快劝劝你们父亲啊！我是你们的亲娘啊，难道你们也看着这个死丫头欺负我吗？母亲，妹妹在外受了10几年的苦，好不容易回家，您不仅不疼爱，反而处处刁难，您太让我们失望了。母亲，您为了那个假千金，甚至想让我去死。在您心里，我们这些亲生骨肉根本比不上那个心机深沉的苏静曼。反了，都反了！我不走，我死也不走！这里是萧府，我是主母。来人，夫人病得不轻，需要回娘家静养。你们几个把夫人请上马车，即刻送往苏家。没有我的手信，任何人不得接她回来。放开我！你们这些狗奴才！萧琪儿，你没有良心，你不得好死！苏静茹毁容被弃，萧母被赶回娘家，这两人终于彻底失去了萧府这座靠山。安乐，受委屈了吧？别怕，有爹在，谁也不能欺负你。多谢父亲，我不委屈。爹知道你在外面施粥积德，还开着往生铺，这些银子你拿着，尽管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定南侯府若是敢来找茬，爹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去御前告他们一状。对，妹妹放心搞事业，哥哥们给你撑腰。定南侯府的余孽这么快就盯上我了，正好我正愁找不到人问圣火观老巢的位置呢。师傅，你终于来了！徒儿这身行头够不够闪瞎外面那帮跟踪您的孙子的眼？师傅，你终于来了！徒儿这身行头够不够闪瞎外面跟踪您的孙子的眼？你这是嫌我不够招摇？这衣服穿在身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里来的招财童子。师傅，这可是徒儿特意让人连夜赶制的。那定南侯府的余孽不是在外面盯梢吗？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咱们往生铺财大气粗，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几只上不了台面的老鼠罢了，还用不着你拿金子去闪瞎他们。都给我搬进去，小心点儿，别碰坏了安乐的宝贝。师傅，二公子这是把萧家半个库房都搬来了吧？二哥，你这是做什么？安乐，父亲说了，你现在是咱们萧家唯一的掌上明珠，你既然要开铺子搞事业，萧家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这点东西只是给你添点彩头。多谢二哥。安乐，你不知道，今天一早
苏静茹那个假千金因为邪阵反噬，容貌彻底毁了，整张脸溃烂不堪，看着比鬼还吓人。那毒妇失去庇护，又没了那所谓的凤凰命格，直接疯癫了。现在正沦落在城南的破庙里，和一群乞丐抢残羹食饭，满嘴胡言乱语，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真是老天开眼。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他应得的因果。还有那些不长眼的东西，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谁要是敢动我妹妹一根汗毛，我萧成良第一个剁了他！哎呀，萧大师久仰大名，在下张元庆想求大师算一卦。规矩懂吗？100两一卦，同狗不起。懂。在下想算算我那在外做生意的儿子，他出门大半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不知这生意做得如何？周闯，你来算。好嘞，张老爷报上八字。张老爷，卦象上显示你儿子根本没有做生意的财运啊！怎么可能？他走的时候可是带了足足5万两本金。他没做生意，自然没有财运。他做的是散财的勾当。散财？他拿着你的5万两，进了京城最大的地下赌坊，不仅输的裤衩都不剩，还在外面借了一屁股印子钱。什么？还不止，他为了还债，半夜去抢劫路人，结果被巡城御史当场抓获。现在你那宝贝儿子正蹲在顺天府的大牢里吃牢饭呢。不可能，我儿马上就要参加科举了。科举？别做梦了，就算他不坐牢，他那满脑子肥肠也考不上。你还是多带点银子去顺天府捞人吧。师傅，您这嘴可真够毒的，一点念想都不给人家留。良药苦口，我不说实话，难道看着他被那败家仔拖垮？萧大师，这里面是50片金叶子，帮我算算，这3个女人肚子里哪个怀的是带把的男胎？大师，只要你能准劲定出哪个是儿子，我再加50片金叶子。至于那些没用的丫头片子，趁早灌了落胎药，省得浪费我李家的粮食。哎呦，你疯了！拿上你的脏钱，给我滚！你算个什么东西？有钱都不赚，我看你是算不出来吧？老东西，你怎么跟我师傅说话的？信不信小爷我活劈了你！不识抬举，我们走。这李老爷身上缠绕着极重的婴儿怨气，李家绝对有猫腻。还有你，太招摇了，把这套衣服换了去，来活了。知道了。为什么要杀我的孩子？师傅，真有鬼！说出你的冤屈。我叫穆晴雪，是李家原配。当年我怀胎10月，那畜生却找来道士，说我怀的是女婴，逼我落胎。我不肯，偷偷生下孩子。他们嫌弃是女婴，竟然把刚出生的孩子活活溺死在贡桶里。我也因为大出血惨死在床上，他们甚至不让我入祖坟，把我扔在乱葬岗。畜生，简直猪狗不如！大师，我死前听到奶娘说我的长女还活着，我被困在这里10几年，只求能找到她。我答应帮你寻女，进来吧。大白天阳气重，会伤你魂体。去城外庄子上查奶娘的下落，多带几个人。这是1000两，上次你在大皇子据点帮了大忙的报酬。叶亲王果然爽快，合作愉快。大皇子身边的妖道手段阴毒，安乐，既然你这么爱财，不如本王出重金聘请你，留在本王身边做专属顾问，如何？专属顾问，王爷，我的出场费可是很高的。王府的库房钥匙，随时可以交给你。王爷说笑了，我铺子里还有生意，先告辞了。萧大师，求您算算我女儿董仙儿的下落吧。她给五品官潘大人家做丫鬟，半个月没音信了。有人说她死了。八字给我，开。不能活，就扔到乱葬岗。你们的女儿，半个月前就已经惨死，尸骨被城东乱葬岗第3棵大树下。萧安乐，乖乖跟我们走，去顶替我们家大小姐献祭，否则今天就血洗你这往生铺。
定南侯府的狗只会乱吠吗？贱人找死！给我上！孽阳火，鬼门开！鬼啊！萧大师，您救救老朽吧！这把破琴一到晚上就有个男鬼在里面唱戏，3天了，老朽3天没合眼了。这材质竟然是我前世炼制的龟丝琴，怎么会流落到这里？掌柜的，这琴阴气太重，你把握不住，我出200两，替你消灾。200两就200两，快拿走！机关算尽太聪明，闭嘴！再唱我把你魂飞魄散！你竟然能用这琴音控人神魂！现在说出你的故事，否则这符贴上去，你连做鬼的机会都没了。我叫玉竹，我与太常四卿之子潘锦衣真心相爱，他赎我做外室，可潘老夫人容不下我，带人将我活活勒死。我的魂魄只能寄宿在这把他送我的琴里。阴阳相隔，人鬼殊途。明日午时，月来客栈，我安排你们见最后一面，了结因果。玉竹，真的是你吗？好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大白天勾引我男人客栈开房，给我打死这个贱人！夫人，你误会了，这位是往生铺的萧大师。什么狗屁大师？我看就是个卖弄风骚的娼妇！给我打！聒噪！出来！没看到我被人泼脏水吗？萧姑娘，我是细灵，若是现身，潘郎与灵儿相好的事情曝光，会被世人唾弃的。我不能影响他的名声。你不出来影响他的名声，就任由这蠢妇败坏我的清誉，你算什么东西？魑魅魍魉，给我现形！鬼啊！我自己人会那个性子鬼！玉竹，我终于见到你了。潘郎，你快走，大家都在看着，你会身败名裂的。萧大师，求您帮帮他，只要能让他顺利投胎，来世安稳，我宁愿用我的命和潘家的福泽来换。不要损了潘郎的福泽，我宁愿魂飞魄散。既然你心甘情愿，我便成全你。黄泉路远，早入轮回，去吧。行。东街往生铺，算命看相，捉鬼超度，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有需要的随时来找我萧安乐。大师，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我女儿的气息了。在哪里？在皇宫的方向。大师，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我女儿的气息了，在皇宫，她在皇宫。冷静点。你若以这等煞气强闯，还没见到人就会被皇城结界搅得魂飞魄散。可是我的女儿，她在那高墙深院里不知道受了多少苦，求大师救救她。我既然收了你的阴债，接了这桩因果，就一定会帮你找到底。皇宫我进不去，但有人进得去。我会让叶亲王与长公主殿下帮忙留意，你且安心待在纸人中，切勿再冲动。师傅，刚才那动静，我还以为这姑奶奶要拆了咱们铺子呢。皇宫里头可不好找啊，要不要我回去求求我娘？长公主那边自然是要麻烦的，但不能急，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契机。敢问，这位就是近日名满京城的萧大师？算命看相、捉鬼驱邪，不准不要钱。夫人请坐。我乃薛御史之妻，我儿与儿媳成婚5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我也找大夫看过，都说身体无恙，甚至我给他们房里塞了妾室，也是毫无动静。我不怕别人笑话，就怕薛家断了香火。
写下你儿子与儿媳的生辰八字。这八字乃是上级之配，不仅子嗣丰隆，且该是3年报俩的命数，绝无可能5年无出。那为何会如此？难道是那妾室冲撞了？那妾室不过是个挡箭牌罢了。夫人，你面带衰气，应同发案，且这衰气并非源自你自身，而是从外界强加于你。你家府邸被人动了手脚，确切的说，是被人借了气运。带路，去你府上看看，这棵树便是你府上阵法的阵眼，生机枯竭，气运外泄，全顺着地脉流向了你们隔壁。隔壁那是汪大人的府邸，可是汪夫人平日里与我交好，时不时还来借些针头线脑，或者10两20两的碎银，怎么会交好借钱？当一个人自身运气不佳时，频繁向运势好的人借钱借物，且有借无还，便是最阴毒的过运之法。他吃相这般难看，你竟还以为是交好？荒唐！我薛某行得正，坐得端，他汪家为何要不辞阴毒阵法，害我薛家绝后？薛大人，你可是近期在朝堂上频频受挫，不仅被上官针对，还被卷入了几桩莫须有的弹劾之中。萧姑娘怎会知晓？近日大皇子一党在朝中疯狂打压清流，老夫首当其冲，连连受挫。这就对上了，布阵之人的手法带着极其浓烈的圣火关痕迹。圣火关邪修一向无利不起早，汪夫人这般借运，不仅是为了求子，更是为了剥夺你的官运。这是大皇子借圣火关之手，在替他铲除朝堂上的政敌。萧姑娘可有破解之法？破解？那太便宜他们了。既然他们喜欢借运，那我就让他们尝尝被反噬的滋味。我已将外流的阵法改成了内吸的聚灵阵，他们先前吸走你们多少气运，现在就要成倍的吐出来。明日汪夫人必定会察觉不对劲，找借口上门修补阵法，你只需装作不知，放他进来即可。好啊，竟敢破我的阵，坏我生火关好事，找死！薛夫人，前2日借了你10两银子，今日特来归还。我还亲手做了些糕点，给你尝尝鲜。汪夫人客气了，不过10两银子，何必亲自跑一趟？哎呀，突然觉得头有些晕。薛夫人，我能否去那树下歇息片刻？你且去吧，我去命人给你倒杯热茶。就这点3脚猫的功夫，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跟我斗，你们还嫩了点儿。去把祭坛上的香点上，今日我要让薛家彻底翻不了身。怎么回事？血怎么在倒流？我的腿！夫人流血了，快来人啊！血光之灾这才刚刚开始。你遇到高人了，对方不仅破了你的借运阵，还在震动中布下了反噬之局，这是要抽干你的命数。师父救命！徒儿一切都是按师父的吩咐，为了打压薛御史，好让大皇子在朝中少一个绊脚石。如今薛家气运恢复，大皇子怪罪下来，徒儿万死难辞其中。大皇子的大业绝不能毁在一个不知名的高人手里。这破阵之人的手法极其霸道，为师现在不便露面。你去东街找一家叫往生铺的铺子，那里的萧掌柜贪财如命，只要你出得起信心，他什么活都接。你去求他帮你解阵，顺便试探一下他的底细。萧大师，早闻您大名，今日特来求救。看风水50两，捉鬼100两，破阵解煞1000两起步。汪夫人，你要哪种？1000两，只要大师能解了我府上的煞气，让我不再倒霉，这1000两双手奉上。汪夫人果然是爽快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走吧，汪夫人，钱我收了，阵我也能解，不过什么？汪大人，你想知道你那前任夫人当年是怎么在这池塘里意外淹死的吗？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听不懂你的意思。萧大师，我再给你1000两，不，2000两，只要你闭嘴，这钱都是你的。2000两买一条人命，汪夫人好阔绰的手掌。可惜我这人虽然爱财，但更喜欢看报应不爽。萧姑娘，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兰娘的死难道另有隐情？是我干的！我看上了你，我想做官太太，所以那天夜里，我把兰娘骗到池塘边，亲手把她的头按进水里，她挣扎了好久，水花溅了我一身，直到她没气了，我才松手。只有她死了，我才能嫁给你，才能借薛家的运势，让你步步高升。毒妇，你这毒妇！来人，把他给我捆起来，立刻报官！兰娘，是我瞎了眼，竟娶了这等蛇蝎毒妇，让你含冤九泉。既然真相大白，就让受害者自己来做个了断吧。宋氏，你夺我夫君，占我位置，今日我要你血债血偿！哎呀，救命！不要过来！说，教你布阵借运的无尘老道到底藏在哪里？若敢隐瞒半句，我就让兰娘现在就附你的身，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说，在青云巷第6间院子。看王妃这杀气腾腾的模样，可是要去除恶务尽？去抓一条大鱼，大皇子养的狗，无尘老道。大皇子的手伸得太长了，走，本王陪你一起去斩草除根。天地无极，画地为牢。又是你这臭丫头，你为何阴魂不散？除魔卫道本就是我的本分，不过在送你上路前，我有个问题，你可认得画中之人？怀明道长，你竟然是那个老东西的徒弟！怀明道长，我的师傅，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关于师门的记忆？原来是那老东西的徒弟，那就去死吧！找死！天地无极，水火神咒！砰！大皇子的狗也敢来送死？不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强？鬼门开！想逃？混过地府的人了吗？周判官，还不出来干活？师叔，您就不能让我歇会儿吗？这老东西阳寿未尽，我不好带走啊。现在就进来！为大皇子布邪阵，残害无辜，罪孽深重，扔进18层地狱，让他走个上万遍。得令，师叔。玄天珍宝，大魂鞭，总算没白忙活。无尘，你那2位师兄已在京郊待命，务必协助2位大王。师兄，很好。圣火关的老鼠还真不少。大皇子和圣火罐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王妃，接下来想怎么玩？当然是把他们连根拔起。好，本王的御驾军随时听候王妃调遣，哪怕是掀了这京城，也有本王兜底。那就多谢叶亲王了。不过攘外必先安内，我得先回萧府，把那些恶心人的爬虫清理干净。我还要进宫复命，将大皇子与圣火罐勾结的这具场地，你万事小心，若有麻烦，放信号弹。4件血符，上面还淬了阴毒，这么下三滥的圣火罐手段，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抖什么？既然有胆子在我的房里布死阵，这会儿倒怕了。三姐饶命，奴婢错了，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说是谁指使你的？是苏大夫人，她给了我200两银子，让我把这4把符签放在屋子4角，说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要了您的命。 200两买我的命，苏家还真是大方。这吃里扒外的贱婢，我替你撕了他！慢着，让他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了。秦舒然，上他的身，带上这4把符剑，咱们去苏府给那位好舅母布个反向死卷。哎呀，大外甥女，今日怎么有空来看大舅娘？那
你干什么？大舅母，不如说说为何要收买我身边的丫头，对我布下4件血符？是无尘道长指点的。他说你的存在会压制静容的凤凰命格，只有除了你，静容才能一飞冲天，日后母仪天下。你娘早就知道，苏家养了她那么多年，让她舍弃一个女儿，用来成全苏家的皇权大过，这是天经地义的。安乐，你听我解释，我不知道会闹出人命啊！闭嘴！为了苏家那可笑的凤凰命格，你眼睁睁看着别人杀我。从今往后，我与你彻底断绝母女关系。你若再敢来恶心我，我连你一起杀！师傅不好了，李姑娘被定南侯府抓去了，他们要把她活活钉死在铁棺材里泄气呀！师傅，定南侯那个老畜生在后院摆了个大铁棺材，说李姑娘是福薄之人，要借她的命给侯府改运。好一个定南侯府，死到临头还敢作妖！我是你的亲生女儿！闭嘴！为了侯府的100年基业，牺牲你一个又如何？给我继续盯！时辰已到，回起！我的人也敢动，定南侯，你活腻了！你果然来了！给我上，把他们剁成肉酱！天地无极，水火神咒，破！秦舒然，干活了！一群恶心的杂碎！小姑娘，快走，这是针对你的。师傅救命！乔安乐，你现在自身难保，要你这宝贝徒弟的命，还是要棺材里那丫头的魂？你选一个吧！